怪诞奇闻世间有，腹内饥荒无止休，生吞活物充肠胃，一世凄凉葬荒丘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你能想象一个能生吞猫咪、蛇、鳗鱼，甚至可以吞下木盒并完好无损地排出的人，却依然保持瘦弱的身体吗？在18世纪的法国，一个名叫塔拉里的男人就活在这种无尽的饥饿之中。他每天能吃掉相当于1/4头牛的肉量，却依然骨瘦如柴。医生们对他进行了各种研究，试图解开他惊人食欲的秘密。有人说他是医学奇迹，有人说他是被诅咒的怪物。他甚至被军队训练成间谍，用他的胃来传递情报。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比你想象的更加悲惨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塔拉里那充满谜团的一生，探寻他那永不满足的胃口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。1772年，法国里昂附近的乡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婴儿塔拉里。与其他孩子无异，唯一不同的是他天生食量惊人。随着他逐渐长大，这种异乎寻常的食欲也开始暴露出来。到17岁时，塔拉里的食量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。他每天吃掉的食物量足以供一个普通家庭数天的需求，相当于1/4头成年牛的牛肉。然而，尽管他暴饮暴食，塔拉里的体重始终维持在45公斤左右，身材瘦弱，仿佛食物在他体内并不留下任何痕迹。塔拉里的外貌也与常人截然不同，他有着一头柔软的金发和一张异常宽大的嘴巴，几乎没有嘴唇，似乎是为吞食大量食物而特别设计的。他那为数不多的牙齿被长期食用各种怪异食物染上了污渍，显得格外刺眼。每当他胃部空空如也时，他的腹部皮肤松弛下垂，像一条柔软的腰带；而每当他吃饱后，腹部则膨胀得像气球一样，仿佛随时可能爆炸。而塔拉里那令人作呕的体味，也让他周围的人都感到不适，即使是20步外，也能闻到那种刺鼻的臭味，似乎是他那永不满足的饥饿的象征。塔拉里的异样行为和巨大的食量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由于父母无法承担如此巨额的食物开销，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将塔拉里赶出家门。从此，塔拉里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。为了生存，他四处乞讨，甚至不惜偷窃。很快，他加入了一个由妓女和小偷组成的流浪团伙，并将自己非凡的食量变成了谋生的工具。他成了一名街头表演者，吞食各种匪夷所思的物品，甚至活生生的动物，如猫、狗、蛇，甚至鳗鱼。他的表演总能引来围观的群众，而他的同伙则在旁偷窃。塔拉里成了一个行走的怪物，一个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医学奇迹。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，塔拉里加入了革命军。他或许是怀着理想，或许只是为了生存，但很快，残酷的战争现实就摧毁了他所有的幻想。对于一个永远无法填饱肚子的人来说，军队严格的配给制度简直是一场噩梦。为了获得更多食物，塔拉里不得不放下尊严，在军营中像一个幽灵般游荡。他为其他士兵做各种杂活，只为换取一点剩余的口粮。即便军方最终为他提供了4倍于常人的配给，他的饥饿依然无法被平息。他甚至会偷吃纱布和药膏，仿佛任何可以吞咽的东西都能带来一丝慰藉。在军队医院，塔拉里遇到了皮埃尔·弗朗索瓦·珀西医生。这位军医对塔拉里的异常食欲充满好奇，他准备了足够15个人食用的大餐，而塔拉里轻而易举地将其全部吞下，仿佛只是尝了一口。珀西医生还见证了塔拉里吞食各种动物的惊人能力，从猫、蜥蜴到蛇和小狗，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吃的。一位名叫亚历山大·德·博阿尔内的将军，在目睹了塔拉里惊人的吞咽能力后，
看到了一个潜在的军事间谍。他计划利用塔拉里能够完整吞咽并排出物体的特殊能力，让他成为秘密信使。塔拉里被赋予了一个危险的任务，带着装有秘密文件的木盒潜入敌军阵营。然而，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很快土崩瓦解。塔拉里不懂德语，他那异常的外表和举止很快引起了普鲁士军队的怀疑。他被捕并遭受残酷拷问，最终不得不交出吞下的木盒。这场以他为棋子的危险游戏，以他的屈辱和失败而告终。他成为了战争阴云下被畸形利用的牺牲品。经历了失败的间谍任务和普鲁士军队的残酷折磨，塔拉里回到了医院。此时，他不再是战争的工具，而是一个身心疲惫、饱受煎熬的病人。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恳求珀西医生能够帮助他结束这无休无止的饥饿折磨。塔拉里渴望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摆脱那种几乎成了诅咒的食欲。珀西医生对塔拉里的痛苦深感同情，他答应尽力帮助他，并开始尝试各种治疗方法。为了抑制塔拉里无尽的饥饿，珀西开出了鸦片丁、酒醋、烟丸等药物，并为他设计了特殊的饮食方案。然而，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，塔拉里的饥饿感依然无法遏制，仿佛一个无底的恶魔继续吞噬着他的身心。随着治疗无果，塔拉里的绝望情绪越来越深，他逐渐变得暴躁易怒，行为也变得愈加古怪。为了暂时缓解饥饿，他重新走上了街头，与流浪狗争抢食物，甚至去翻找屠宰场的废料。更加骇人听闻的是，他被发现偷偷喝医院里病人放血后的血液，甚至潜入太平间啃食死者的尸体。这些行为彻底摧毁了周围人对他的同情和怜悯。塔拉里的最终堕落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更深的悲剧。当医院里一个14个月大的婴儿神秘失踪时，所有的疑虑都指向了塔拉里。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与婴儿的失踪有关，但恐惧与厌恶的情绪已经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医院的其他人开始将他视为一个怪物，一个潜在的杀人凶手。在这股压倒性的恐惧氛围下，珀西医生不得不放弃对他的治疗。塔拉里最终被赶出了医院，再次消失在人海之中，成为了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。4年后，塔拉里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，但这时他已病入膏肓，奄奄一息。他躺在凡尔赛的一家医院中，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。在临终时，他再次想到了曾经试图帮助他的珀西医生。他派人将医生召来，恳求他帮忙取出一把卡在体内的金叉子，认为这把叉子才是导致自己病情恶化的根源。然而，珀西医生一眼便识破了塔拉里的谎言，金叉子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。塔拉里患的是晚期肺结核，已无力回天。1个月后，塔拉里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中去世，年仅26岁。塔拉里的生命在解剖室画上最后一笔。当医生们打开他的尸体时，扑面而来的是令人作呕的恶臭，腐烂程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他的身体仿佛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题，每一个器官都诉说着生前的痛苦与不安。解剖结果令人震惊，塔拉里的食道异常宽阔，胃、肝脏和胆囊膨大的几乎占据了整个腹腔，体内充满了恶臭的脓液，预示着他在生前就遭受着严重的疾病侵袭。那把他声称吞下的金叉子，在尸检中无影无踪，成为永远的谜团。医学界对塔拉里的病症众说纷纭，有专家推测他可能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，解释他那旺盛的新陈代谢和多汗症状；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存在下丘脑功能障碍，导致食欲失控。更有学者提出异食癖或普拉德威利综合征的可能性。然而，这些都只是推测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完全阐释他那令人不可思议的症状。塔拉里的悲剧远不止于他那无法控制的生理疾病。他生活在一个医学极其落后、对疾病认知有限的18世纪。在这个时代，像他这样的人不是被当作病人，而是被视为怪物
何奇观。他被家人抛弃，被社会排斥，被军队利用，最终在极度孤独和痛苦中结束了生命。